核聚变将会成为未来最为重要的能量来源。每一升海水中含有0.03克的氘，发生核聚变时释放的能量却与300升的汽油相当。氘的储量高达了40万亿吨，可供人类使用几百亿年。可控核聚变是什么？核聚变指的是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较重的原子核，并释放能量的过程。1939年，美国物理学家贝特通过实验证实，将一个氘原子核用加速器加速之后，与一个氚原子核以极高的速度发生碰撞，两个原子核就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原子核氦，外加一个中子，并且释放出17.6兆电子伏的能量。利用这个原理人类早已经制造出强大的军事武器氢弹，但是氢弹是不可控的爆炸性核聚变。如果说能够控制核聚变反应，让其按照人类需求发展下去，那么核聚变将会成为未来最为重要的能量来源。氘在海水中分布甚广，储量巨大。据测算，每一升海水中含有0.03克的氘，这个数量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但是在发生核聚变时释放的能量却与300升的汽油相当。而地球上海水中的氘的储量高达了40万亿吨。按照目前全球消耗能源的速率来计算，海水中的氘产生的聚变能可供人类使用几百亿年。除了无限资源这一巨大诱惑，聚变能还具有不污染环境、不产生高放射核废料等优点。因此，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建造一个人造太阳？2007年10月24号，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组织 ITER 在法国正式成立。但是，想要实现可控核聚变，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按理来说，在压强达不到的情况之下，温度必须达到上亿摄氏度，核聚变反应才能正常的进行。可是，地球上的固体物质根本无法承受如此的高温，只能利用其他的方法来实现。2012年7月10号，我国的东方超环装置 EAST 取得了重大突破，其稳态运行的模式将为 ITER 提供重要参考。虽然可控核聚变的任重道远，但是各国科学家仍在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相信人造太阳有一天真的可以出现，为地球的未来照亮方向。双缝干涉实验是什么？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也就是说，光既能像波一样向前传播，但有时又会表现出粒子的特性。这个理论现在说起来容易，但它的证实过程相当波折，其中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实验——双缝干涉实验。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回20世纪，那个时候物理学家们还在纠结一个问题：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利用了双缝干涉实验，用一个发射光子的机枪对准双缝发射。第一次试验后，屏幕上形成了一系列明暗交替的条纹。这么看来，貌似是波动说获胜。但是有学者提出疑问：如果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试验结果表明，虽然粒子经过缝隙后只会击中屏幕上的一个点，但是只要发射的光子数目够多，最终还是会显示出多道干涉条纹。然而，就在科学家们认为真相已经明了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按理说，光子每次只能从一个缝隙通过，它是如何产生干涉的？难道是一个光子可以同时通过2个缝隙吗？于是，新的一次试验开始。试验者在缝隙旁放置了2个探测器，一左一右。探测发现，光子的确只从一个缝隙通过，但是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屏幕上的干涉条纹消失了，只留下了2条与缝隙相对应的亮纹，这就是量子擦除。试验到此为止就出现了2种诡异的情况：如果没有观测器，就会出现干涉条纹，证明光的波动性；但是，一旦用观测器观察，又会证明光的确是一个个粒子，且屏幕上不会出现干涉条纹。这种神奇的现象就是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原理。即你观察了就会造成叠加态的坍缩，看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结果。然而，这个理论在爱因斯坦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的存在，试验结果又怎么会因为观测者是否出现而改变呢？最终，光的波粒二象性将这场争论拉下帷幕，但人类对于量子力学的争论和探究仍在继续。一颗核弹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从黑火药到 TNT 炸药，再到核弹的出现，人类追求炸弹威力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氢弹作为核弹的一种，其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而说起氢弹中的王者，莫过于冷战时期苏联研制的沙皇炸弹。1961年10月30号，一架轰炸机由苏联飞往北极圈的新地岛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它将重达27吨的沙皇炸弹从10500米高空投下。虽然准备了降落伞减速，让轰炸机有足够的时间脱离爆炸区域，但是飞行人员幸存概率仍然只有 50%。在距离地面4200米左右，沙皇炸弹发生爆炸，产生的火球半径长达4600米，火球很快地袭击地面，并且迅速扩展到投掷高度。爆炸产生的蘑菇云不断上升，穿过地球大气层对流层和平流层，最终达到67000米。比7座珠穆朗玛峰垒起来还要高，远在芬兰都能感受到爆炸的震感。爆炸规模之大，仅次于致使恐龙灭绝的希克苏伯鲁陨石坑事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氢弹的威力如此之大呢？原子弹我们并不陌生，铀和钚等比较容易裂变的重原子核，在核裂变瞬间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用1000个乒乓球和老鼠夹进行模拟，就能直观地感受到链式反应带来的强大威力。而氢弹的爆炸原理则与之相反，大量原子核在同时发生聚变，释放的能量更为惊人。想要触发这一过程，往往还需要用原子弹来引爆。众所周知，核武器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最直接的冲击波和光辐射之外，慢性致死的核辐射同样可怕。在广岛原子弹事件丧生的14万人当中，多数是因为放射性疾病逐步死亡的。那核辐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把铅210放进准备好的云室当中，便可以观察到核辐射的运动轨迹。正是这一条条细小的放射线杀人于无形之中。现如今，核弹依旧是各个国家争先恐后的研究对象，但是面对如此毁灭性的爆炸结果，它的制造与研究始终值得考量。转子发动机是什么原理？转子发动机最初由德国人菲加士·汪克尔发明，那个时候还叫汪克尔引擎。19世纪70年代，马自达公司斥巨资购买加以改良，最终改名为转子发动机。1991年6月23号，注定是马自达史上无限光荣的一天。在当天的勒芒24小时汽车赛上，马自达 787B 赛车装载转子引擎，以超出第二名2圈的巨大优势夺得冠军。转子发动机的表现为何会如此优异？观察转子发动机的主要结构就会发现，它的内部是一个掏空的三角形，中间有一个齿轮叫偏心轴。为什么说它偏心呢？因为它同时进行着2个运动，就像小时候玩的万花尺一样。当三角形转子旋转时，不仅在周围绕自身中心旋转，同时它的旋转中心也在围绕着最中心的齿轮旋转。整个运动过程中，三角形扫过的面积就是发动机腔体的形状，并且三角形的3个顶点必须时刻紧贴枪壁。了解完转子发动机的基本结构，那它的转动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当三角形的3个顶点与腔体接触时，就会将腔体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进气部、燃烧室和排气部。进气部的气体通过转子的运动被带到燃烧室，而燃烧室部分刚好是腔体面积逐渐缩小的过程。压力增大的同时，温度也会升高。在三角形的一条弧与腔体接近平行的时候，凸起的火花塞就会与其接触，实现打火。气体爆燃之后膨胀做功，从而带动三角形继续旋转下去，将气体从排气口排出，如此循环往复。从整体来看，就是气体的爆燃带动转子的转动，而转子转动又会带动偏心轴的转动。这时，偏心轴就成了整个发动机的输出轴，因此只需要把输出轴与车轮装置连接起来，就可以使汽车运动起来。观察转子发动机的运动过程可以发现，三角形转子每自转1周，发动机就会点火做功3次，因此输出轴的转速是转子自转速度的3倍。而常见的4冲程发动机活塞曲轴是1:1的运动关系，可见转子发动机具有很高的马力容积比。那么转子发动机为什么没有得到普及呢？甚至坊间传闻转子发动机太过于黑科技，导致1992年 787B 赛车就被禁赛了。其实转子发动机本身也有很多缺陷，首先因为发动机的压缩比不够，使得气体燃烧不够充分，因此油耗比较高，对环境的污染也会加重。
而且发动机零部件磨损严重，寿命短，维修起来也相当麻烦。又者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其他汽车企业对四冲程发动机的研究逐渐成熟。至于竞赛，还要说到马自达 787B 所处的 C 组赛车，其规范最大的特征就是对总体燃料使用量的限制。1992年 C 组赛车倡导采用与 F1 相同的引擎，这才导致了另类发动机的 787B 失去了比赛的资格。最后还需说明的是，转子发动机中转子并不是勒洛三角形，而是经过勒洛三角形改良后的图形。为什么潮涨潮落会跟月亮有关？住在海边的人们一定对涨潮和落潮并不陌生。这种海水周期性涨落的现象，我们也称之为潮汐。其实，早在古代，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起由就非常好奇。东汉时期，王允在《论衡》中写道：“涛之起也，随月生衰”，明确指出潮汐现象与月亮的关系。直到后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才最终证明潮起潮落确实跟月球引力相关。海水被月球吸引，地球表面各点距离月球距离不同，因此所受引力不同。正对月球的地方所受引力较大，海水就会向外膨胀；而背对月球的地方虽然引力小，但是受到的地球自身离心力变大，因此也会膨胀。此时，地球表面的海洋分布像一个橄榄球，有水位升高的涨潮，也有水位降低的潮落。因为地球的自转，水位上升的现象会周期性的向东西两侧传播。当然，太阳引力也会对海洋产生影响，但是作用相较月亮就小多了。综合来说，造成海水涨落的主要原因就是月球引力与地球离心力的合力。知道了涨潮和落潮的原理，也会有人疑问，落潮的水究竟流向了哪里？其实，地球表面的海水总量基本没有变化，退去的海水会流向引力大的地方，形成涨潮，如此循环往复下去。潮汐不仅是自然现象，还是一种可利用能源。在大潮时常发生的地方建立发电站，可以利用潮水涨落形成的水位差，将势能转化为机械能，再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世界海洋潮汐能蕴藏量大约为27亿千瓦，如全部转化成电能，每年发电量大约为 1.2万亿度。因此，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潮汐发电站。我国自1958年以来，也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多个潮汐发电站。除了潮汐发电站，我国的钱塘江大潮也是世界3大涌潮之一，其凶猛壮观的涨潮景象，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去观赏。但是，切记保持观潮距离，毕竟安全第一。如果反重力真实的存在，那么悬浮在空中的高楼、会飞的汽车，以及穿梭在宇宙空间里的星际飞行器，这些科幻小说中已经存在已久的事物，都将照进人们的生活。在美国马里兰州北部有一条神秘的乡间公路，这条公路高低起伏，向西北方向蔓延，周围被山丘环绕，路边长满树木，只凭它的样子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可每当有行人驾车至此，总会遇上非常离奇的事情，在这里停留的车辆竟然会自己往山坡上攀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反重力是什么。反重力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的一本科幻小说当中，顾名思义，反重力的作用就是利用某种科技手段，使得某个区域的引力场消失，或者使某个有质量的物体不再受到引力场的影响，如此一来，物体便可以摆脱地球引力。试想，如果反重力真实的存在，那么悬浮在空中的高楼、会飞的汽车，以及穿梭在宇宙空间里的星际飞行器，这些科幻小说中已经存在已久的事物，都将照进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必将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重力技术革命。说到这里啊，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根20公斤重的杠铃对于老者来说是想举起来非常的吃力，但是在国外的实验室里，通过电钻加速器给杠铃加速，一位老人便轻松地将之举了起来。有人说呀，这就是反重力的存在表现，但事实上这个现象仍然符合牛顿第3定律，即任何物体想要悬浮都必须通过给另一物体施加作用力而受到反作用力。反重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物理学，而这个现象显然不足以证明反重力的存在。当然，科学是孤独和曲折的。1952年，美国发明家托马森·汤森·布朗
在实验中意外发现，只要将一个很高的电压输入电容器，就会在某个方向产生一个很微弱的推力，这就是别费尔德布朗效应。90年代末，美国第一位民间爱好者依据这个原理制作出三角飞行器，先用青木做出三角形框架，再将框架上部缠绕电线，下部粘上铝箔条，中间留有3到5厘米的空隙，最后把高压电打入飞行器中，就会发现它真的可以飘升到空中，这就是飘升机的雏形，一种号称反重力的飞行器。21世纪初，飘升机悄然流行，受到上万人的追捧，但是科学界并不认可它的反重力原理，他们认为飘升机的升力来自于离子风，简单解释为，当电流进入上部的线圈，溢出的电子将周围空气电离，离子被下部的铝箔吸引，冲击中型分子，从而形成离子风。 NASA 更是进行了一次真空飘升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真空环境当中，飘升机根本无法飞起来。当然，这个结果在传统物理学家面前不足为奇，但与现有的飞行动力系统相比，飘升机不需要操纵控件，不需要搭载燃料，还可以远程接受能量。如果说用它作为空间飞行的推动力，那将是人类向航空领域迈出的一大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反重力到底存不存在？离我们究竟有多远？虽然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也未能统一意见，给出反重力存在的准确依据，但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反重力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而我国目前已经研究出了离心转换型、FAG 型和虚化再显型3种主要的反重力技术。长路漫漫其修远兮，反重力的研究和探索是向传统科学的挑战，是艰苦而漫长的。科学家们定是不畏牺牲，前仆后继。冰18是什么？水在2000多度的高温下可以结冰吗？我们平常见到的水形态有3种：液态流动的水、固态凝结的冰，还有蒸发为气态的水蒸气。其实自然界中还有很多特殊形态的水，比如说将冰箱里冻了几个小时的矿泉水拿出，往桌子上用力一放，液态的水就会迅速结冰。这种在0度以下还保持着液态的水就叫做过冷水。不仅如此，冰也存在着众多的晶体结构。2019年5月8号，《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成功得到第18种结晶态的冰，它的温度竟然高达2000多度。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压强不同。我们通常所说的0度结冰、100度蒸发，默认是在标准大气压下进行，而在海拔较高的高原地区，气压降低，水的沸点也会降低，所以人们往往都会使用高压锅做饭。同理呢，如果对水施加高压，也会使其结构发生变化。研究人员利用罗切斯特大学激光能量科学实验室的欧米伽激光器，对着液态水发射6束高能激光，经过15秒的高压冲击，水分子经受的压力已经达到了大气压强的400万倍之多，温度更是达到了2760摄氏度。根据 X 射线的衍射图可以发现，高压下的液态水并没有蒸发成气体或者变成过热液体，而是凝结成了固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冰晶冰18。虽然在地球这种冰晶结构只能在极端条件下产生，但是在遥远的宇宙可能存在着大量的冰18，比如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们的质量是地球的10几倍，主要成分为水，磁场分布与地球不同，极为复杂。科学家猜测在距离星球表面8000公里的内部，很可能会形成由冰18构成的独特地脉。飞机上为什么不能带水银？水银在化学上也称作汞，常温常压下的以液态存在，相信小时候打碎过温度计的人对它一定不会陌生。但是想要将一只小小的水银温度计随身带上飞机，却被航空局明令禁止，这是为什么呢？20世纪初，当第一架飞机飞上天空的时候，它的机身采用的还是质朴的木材、布料、钢铁等。后来轻质金属铝的出现大大改变了飞机的构造，自此大多数的飞机都会采用铝镁合金作为蒙皮材料。面对如此坚硬的飞机外壳，为什么说一滴水银就可以轻易的毁掉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验，在方形铝板中滴上一滴水银，不久之后二者开始发生反应，大量的白色丝状物从小坑处不断凸起。这种现象究其原因归结于水银独特的化学性质，它可以溶解许多的金属形成合金。当水银与铝相遇之后，就会形成铝汞齐，而铝汞齐会破坏金属铝表面的氧化层，使得铝板持续不断地形成白色的氧化铝。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水银被禁止带上飞机。虽然汞可以和大多数的金属形成合金，但这并不包括铁，因此铁粉常常被用于置换汞。除此之外，将铁钉靠近水银还会引起水银的剧烈抖动，使其不断地改变形状。而在金属前面看似活泼的水银，遇到其他物质则表现得极其冷淡，不溶于酸，也不溶于碱。将它倒入食用盐当中，二者更是互相不理睬。最后还必须提到一点，水银是一种剧毒性的金属，挥发之后产生的汞蒸气会对人脑和肝产生巨大的伤害，因此这种外表美丽实则有害的金属，避而远之，尽少接触才是上策。射电望远镜是什么？射电望远镜是用来观测和研究来自天体射电波的基本设备。当电磁波从宇宙射向地球时，大气层会将大部分吸收掉，只留下可见光和部分电磁波，而这部分电磁波就被称为射电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大批雷达开始转为民用，射电天文技术得到发展。与雷达先发射电波再接收回波不同，射电望远镜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宇宙天体发射的无线电波。而与我们熟知的光学望远镜不同的是，射电望远镜并没有光学镜头，它是由天线和接受系统构成。天线就好比射电望远镜的眼睛，用来收集宇宙中微弱的无线电信号，再经过接受系统将信号放大，最终从噪音中分离出有用的信号，供科学家研究。1994年7月，我国正式提出天眼射电望远镜工程概念，简称 FAST， 由天文学家南仁东担任总工程师。2016年9月25号，历时22年 FAST 终于启用，并于今年的1月11号正式开始运行。作为世界上最大口径的500米射电望远镜，天眼拥有30个标准足球场大的接受面积，比号称地面最大机器的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灵敏度提高了约10倍。综合性能是美国著名射电望远镜阿雷西博的10倍。那么这个硕大的望远镜至今有哪些收获呢？截止到2020年3月23号，天眼已经发现了114颗脉冲星。脉冲星可以不断发出稳定信号，利用其位置可以进行太空定位和导航，在深空自主导航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因此，寻找脉冲星也成为天眼的首要目标。除此之外，将中性氢观测延伸至宇宙边缘，重现宇宙早期图像已是 FAST 的科学目标之一。2020年4月28号 ，FAST 正式开启了对地外文明的探索，开始寻找来自宇宙深处高智慧生命的信号。相信如人所说，如果今后10-20年里，地球接受到外星人释放的信号，那一定有 FAST 的功劳。核磁共振是什么原理？1946年，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了物质的核磁共振现象。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医学新技术的 NMR 成像、核磁共振成像一词越来越为公众所熟悉。然而，字母 N 所代表的 nuclear 一词容易使人们对磁共振产生一种核辐射的联想，因此核磁共振成像术后来简称为磁共振成像。那磁共振成像该如何理解呢？我们从磁、共振、成像3个角度来分析。磁指的是核磁，我们人体65%的重量来自于水，一个水分子由一个氧原子和2个氢原子组成，氢原子的原子核带正电，并且会发生自旋，因此会有循环电流产生磁场，并且形成磁矩。共振检验一般由浸泡在液氮中的超导线圈来引导，这个装置产生的强度能够超过3万高斯，而地球地表的磁场强度只有 0.5 高斯。这就是为什么在进行磁共振检查时不能携带任何金属制品。在外界强磁场的影响下，原本人体内方向排列混乱的2极核磁体都会趋向于强磁场方向排列。在这个过程中，原子核自旋的方向并不是完全和磁场一致，只是在趋势上一致，它们会存在一定的倾斜角度，这就被称为拉莫尔进动。此时核磁体围绕磁场的进动频率便由外界磁场强度来决定了。
通过改变检测设备磁场强度梯度，人体内空间位置上核磁振动频率的变动就成为了共振信号。这些信号进行空间编码得到的图像，实质上就是人体原子核内质子的密度图。通过图像中的持续时间差异，就能够分辨出正常组织和有病组织。那磁共振检查和 CT 检查有什么区别呢？ CT 的工作原理是 X 射线检测的，对人体有一定辐射，而磁共振不会对人体健康有影响。CT 与磁共振的成像一样，几乎适用于全身各系统的疾病检测，其检查速度比核磁共振快很多，适用于有外伤的或是情况比较危急的患者。但磁共振成像扫描所需的时间较长，像肺部检测，由于呼吸运动及肺泡内氢质子的密度低，成像效果会不尽人意。太空中的温度为零下270摄氏度，为什么空间站还需要加强散热？首先要明确温度的概念。从宏观角度看，温度就是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物体的冷热程度，而从微观视角观察便会发现，分子的热运动越激烈，物体的温度也就越高。也就是说，温度是物体分子间平均动能的表现。那么遥远的太空是否有温度呢？在完全真空的状态下，没有分子的存在，温度的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太空并非人们默认的真空环境，宇宙的平均密度约为1×10的28次方千克每立方米，换算可得1立方米的空间内只有一个原子。这些原子虽然也会受到恒星辐射进行热运动，但是因为数量之少，宇宙范围之广，即使再多的恒星辐射热量也无法加热整个宇宙，所以太空温度只有零下270.4度，比绝对零度相差不到3摄氏度。然而在如此低温的太空环境中，国际空间站还要装备2组3联装、4组单装的巨型散热片进行散热，这又是为什么呢？生活中常用的散热方式有风冷和液冷等。电脑主机通过小风扇和散热片带走 CPU 产生的热量，汽车一般采用水冷系统进行散热。而在太空中，失去了空气分子和水分子的帮助，就只能通过热辐射的方式传递热量了。地球正是因为接收了来自太阳辐射的能量，才得以生生不息。同样，国际空间站也只能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来散发热量。然而，热辐射的过程非常的缓慢，根本比不上空间站内部工作设备产生热量的速度。如此一来，热量便会不断的聚集，达到人类无法承受的程度。所以，国际空间站必须要加强散热。空间站内部安装着冷却液流动管道，冷却液经过发热位置时可以吸收热量，再将这些能量传送到空间站外部的散热片里，最终通过热辐射的方式驱逐到太空里。同时，冷却液也会再次冷却，如此的循环往复，实现了空间站内多余热量的散发。当然，除了散热，国际空间站也需要隔热。为了确保空间站内部的温度不会随着外界热辐射的增加或减少发生大幅度的改变，科研人员使用了一种名叫多层隔热层的高反射层，覆盖了整个空间站，使得太阳辐射难以进入到空间站的内部。综上所述，当国际空间站在太空绕地球运行时，无论是地球的黑暗一面，经历接近绝对零度的寒冷时刻，还是面朝太阳时感受阳光充沛的高温时刻，都可以利用良好的隔热散热装置进行温度调节。而想要走出空间站，在宇宙中自由活动，目前还离不开宇航服的保护。至于未来会不会像科幻电影中那样机械化装备傍身，在宇宙中自由翱翔，就依赖于人类的聪明才智了。半导体是什么？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金属铜是导体，观察它的原子结构图就会发现，它的最外层只有一个电子，我们把这个电子称为价电子。因为原子核与价电子之间的吸引力较小，所以一旦受到外力吸引，这个电子就很容易脱离铜原子，成为一个自由电子。这也是铜能够成为导体的主要原因。同理，观察绝缘体的原子结构，就会发现它们通常拥有8个价电子，极其稳定。
顾名思义，半导体应介于二者之间。那么它的原子结构又是怎么样的呢？观察元素周期表就可以发现，在导体和绝缘体的分界线附近的元素，就是制作半导体的重要材料。硅元素当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观察原子结构图就会发现，它的最外层有4个电子，要想达到平衡状态，不是舍弃4个电子，就是再拉拢4个电子。而硅原子在排列时巧妙地共享了上下左右4个电子，手拉着手组成了稳定8电子结构，也就是共价键。那么硅的导电性又从何而来呢？当温度大于绝对0度时，处于价带的电子就可能发生跃迁，变成自由电子，同时原来的位置上就会形成一个空穴。也就是说，硅晶体内会存在等量的自由电子和空穴，它们都可以起到导电的作用。这就是纯净半导体，也叫做本征半导体。它的结构虽然完美，但是想要增加半导体的导电能力，还需要掺杂其他元素。当我们把硅原子替换成5价磷原子时，就可以提高自由电子的浓度，得到 N 型半导体。同理，如果用最外层只有3个电子的硼原子替换硅原子，提高空穴的浓度，就可以得到 P 型半导体。那么，把这2种类型的半导体连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 N 区的电子迫切地想扩散到 P 区，P 区空穴拼命想要扩散到 N 区，这时就会形成一个由 N 指向 P 的内电场，阻止扩散进行。在二者达到动态平衡之后，就会在交界面形成一个空间电荷区，这就是 P-N 结。P-N 结具有单向导电性，我们常见的二极管便是利用这个特性制成的。而利用太阳光照射 P-N 结，就会激发产生电子空穴对，经过界面层的电荷分离，就会形成一个由 P 指向 N 的光生电场。这就是光生福特效应，也是太阳能电池的基本原理。